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阿米巴版扫描可用的无线网路。那同学们会在这个实验里面学习到怎么样子借由阿米巴版，然后呢去扫描在这个环境空间里面可以取用到的无线网路资源。那同样的，我们先来进行程式的解说。那请各位同学先打开 Arduino IDE 的界面。好，同样的，我们要选取适当的专案，所以在档案范例底下选到阿米巴 WiFi 的目录底下的一个专案叫做 Scan Networks。同样的，开启成功之后，那么我们先放到全萤幕。那上面一样是这个注解说明的部分。那我们简单的概要的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重要的部分。在第18行的时候，有一个引入的标头档 WiFi.h。所有的阿米巴要取用了这个WiFi 的时候，都要引入这个适当的标头档 WiFi.h， 才能够使用到这个WiFi 的功能模组。那同样的，在下面环境设定 Setup 的模组部分，20行第25行的部分，由于等一下我们的监控的部分都是透过Serial Monitor 序列副的这个监控端来观察阿米巴是不是成功的连接上网路，所以我们要先定义好这个 Serial Port 的沟通的频率。那目前跟其他的一个范例程式一样，都是定义在9600的每秒钟9600个 bits 的沟通频率上。好，那接下来比较重要就是在 Setup 里面，我们再往下移动，然后看到第27行到第32行的这个区块。那在这个区块里面，首先28行我们会去确认的是 WiFi.status。然后等于WL， 然后底线 No 底线 Shield 这样子一个语句。这个语句是干嘛呢？这个语句的功用，其实在确认了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阿米巴版上，或者是在任何的 Arduino 版上有找到适当的 WiFi 模组。那它必须要找到适当的 WiFi 模组之后，它才能够连接的 WiFi 上网。所以其实这个是在确认它是不是有连接到 WiFi 模组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它在画面上就如同29行所显示的，它会显示说，其实我并没有一个 WiFi 的这个模组可以提供给现在使用者来使用。好，接下来程式继续往下，到了第34行的部分。那34行的部分，首先我们先宣告了一个字串叫 RFV，FV 叫做 WiFi， 它的内容的值是由 WiFi 点firmware version， 然后呢这个函式呼叫所回传而得来的。那这个得来的这个结果呢，其实就是目前 WiFi 的韧体的版本的资讯。所以它在第35行的时候，我直接会拿FV 去跟 1.1.0 版的这样的资讯版本去做比对。那如果是它在这个版本没有在 1.1.1.0 版的话，那么同样的我们会透过序列的这个监控端，然后显示一个讯息提示使用者说，请 upgrade， 请升级你的韧体部分，它才能够这个正常的来运行这个 WiFi 的功能模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下一个重要的资讯的部分的话呢，那我们会看到的是第39行到第40行的部分。那第39行、第40行的部分呢，在做什么呢？第39行在第40行的部分呢，它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把我们现在的这个WiFi MAC address， 也就是一个网路卡。这张我们的阿米巴上面其实都有一个网路晶片或一张网路卡。那把这个它的网路卡的网卡识别码的资讯，然后列印出来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们也会透过 Serial Monitor 来看到。那以上呢，这个就是在环境 Setup 部分我们所会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滚，看到的是在 Loop 上面我们会做哪些事呢？在 Loop 上面呢，那从43行到48行里面，就简单的，首先第45行提示使用者，我们现在要扫描可用的无线的这个网路。然后第46行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函式呼叫，叫 List Networks。那也就是它会把所有的可见的 WiFi 网路表列出来，那它等一下就是会呼叫这样子底下的一个 List Networks 的一个函式，然后呢，并且把所有它在空间范围里面可以读取到的 WiFi 网路，然后的资讯，然后列印出来。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那么我们一样是这个
delay 这个10000个这个 millisecond 啊，就大概 delay 个10秒钟左右的时间。那接下来的下面50行开始它是接着是一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在上面看到的 print MAC address 的一个函式的内容。那这个函式在做什么呢？这个函式呢，在从第50行开始之后，那么52行首先它宣告了一个变数叫 MAC。的一个阵列，那这个阵列有6个位元组，6个 byte 所组成。那在这个6个 byte 里面呢，在54行开始，它就要把这个6个 byte， 然后对应的填入它适当的值。所以你看到第54行的注解写了，它其实是要把它的 MAC address 网卡识别码，然后呢写进这个小写的 MAC 的这个内容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呼叫了55行 MAC 对不起。当我们呼叫了55行 WiFi 点 MAC address， 然后把 MAC 小写的 MAC 这个变数丢进去之后，它就把网卡识别码写入到这个 MAC 的变数里面。那在56行开始，它就把这个6个 byte 的位元码以 hex 16进位的方式一个一个的输出出来。所以大家会看到是它会输出的是16位的这个16位元的这个识别码的部分，然后呢，再接着冒号，然后再另外一个16位元的识别码，再冒号，然后分别的把这样子的6个 byte 的资讯完整的一列印出来。好，那在列印完了这个 print MAC address 之后，那接下来70行到77行的部分，那么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整个在环境空间中可以看见的这个 WiFi 网路列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 scan 的这个一个功能。所以72行的时候，它首先提示使用者我们要扫描环境空间中可用的无线网路。那73行呢，那我们就要呼叫 WiFi 点scan networks 这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回传呢，其实是 number SSID， 意思就是说 SSID 就是在这个环境空间中的网路，那它的每一个识别码，它的名字叫什么，网路的名字叫什么，然后 number SSID 就代表它到底有多少个它扫到的这个网路识别码。所以它这边这个函式的回传会回传给你一个在这个空间中它扫到有多少个可以看见的网路。第74行开始，它就判断说，如果现在你看到的网路的个数不是负的，也就是说，然后不是没有看到任何网路的话，那么它就可以继续往下执行。但如果你扫完的结果是一个-1，就是没有看见任何网路的话，同时它也必须要提示使用者，就是说，其实我在环境空间中找不到任何一个 WiFi 的connection 可以连接上网。好，那这个就是以上这个 List Network 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的画面再往下的地方呢，在79行到81行的部分呢，就是刚才把我们所扫描到的 Number SSID， 就是有关于这个空间中有到底扫描到多少个可见的这个 WiFi 网路。好，然后把它的个数列印出来。那在83行开始，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空间中扫描到的每一个网路，有没有看到？在变数里面，在84行里面有一个叫 thisnet， 就是先一个一个的指定它的这个网路，然后呢然后随着这个0开始，然后到它的个数的上限，也就是说，我假设有5个，我就是扫描0到4，然后并且把这个目前扫描到的网路的资讯，然后列印出来。它列印了哪些资讯呢？它列印了在85行，它就首先把 thisnet。然后呢，是代表它是第几个扫描到第0个、第1个、第2个还是第3个无线网路。然后呢，先把这个号码印出来。然后呢，接下来第87行的地方，然后它取用了 WiFi 点 SSID， 然后括号 thisnet。我们讲过 ，SSID 其实就是这个 WiFi 网路在网路上的这个一个识别的名字，它就把这个识别的名字列印出来。在第88行到89行的地方呢，然后它就会去列印这个 WiFi 点 RSSI，RSSI 代表的是这个讯号的这个强弱程度，所以它其实是把无线网路的连接的这个可连接无线网路的讯号强弱列印出来。那接下来第91行开始，91行到
94行的部分呢，其实它是2个对称的这个函式的呼叫，它列印的是什么呢？在92行我们看到的是 print encryption type EX 跟94行 print encryption type。好，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91行到94行的部分是2个对称的函式，那么它们分别列印的是现在这个扫描到的这个网路它对应到的加密形态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第92行有 print encryption type EX 跟94行 print encryption type。那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们后面所呼叫的这个函式也是不同的，一个是 encryption type EX， 一个只有呼叫 encryption type。那底下的内容里面的内容，等一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地方可以附加一起解说。在完成了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就来看到，首先第一个 print encryption type EX， 然后它们到底会列印出哪些内容呢？那我们看到是在102行开始，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它这边有一个 switch， 就是判断的一个讯号，那么判断变数 this type 就是它现在所指定的这个加密的一个方式。它如果加密方式扫描到是 security open 的话，就如同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投影片的内容里面所解释过的，它其实就是一个 open system， 是一个公开不加密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在画面上列一个 open。然后呢，如果是 WEP PSK 的话，那么它就列印出 WEP， 它是以一个WEP 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个加密的。然后同时109行开始以后，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 WPA 的 TKIP 的 PSK， 然后 WPA AES 的 PSK， 然后 WPA2 的 AES PSK， 然后还有 WPA2 TPIK PSK， 然后 WPA2 Mix PSK，WPA 的 Mix， 这些等等等，其实就在说明了后面这几项都是由 WPA， 只是它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这个加密规格，以及它里面所用的演算法到底是 TKIP 还是AES 还是 Mix 的这样子的加密方式来完成。那另外一个相对于这个 print encryption type EX 的这个函式比较简单的版本，其实是103行里面所显示的 print encryption type。那大家在看到这个130行的 print encryption type 里面呢，它里面这个 type 喂进去之后，它所能判断的这个加密形式就比较简化，它就只能判断它是一个 WEP 形式，然后呢还是一个 WPA 形式，还是一个没有加密的形式，那甚至它是一个自动判断的形式。好，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函式的内容部分就会比print encryption type EX 来的稍微简略一些。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扫描可用网路的这个程式的解说。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来看看在阿米巴版的执行上面，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